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鸡肉是我们的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，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的喜爱。它的肉质鲜嫩，营养丰富，富含蛋白质、维生素和矿物质等，对身体有着诸多益处。说到鸡肉的烹饪方式，可谓是多种多样，有红烧、炖煮、炸鸡等，各种口味应有尽有。但是今天小颖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吃法。这种做法很多人都没有吃过，甚至没有看过，而且做法也非常简单，具有浓厚地方特色，鲜香可口，让人回味无穷的佳肴。下面就跟着我的视频，看看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失恋的老母鸡，把它放在案板上，先将鸡肉对半切开，再给它斩成大块。然后再给它剁小块，这样可以减少烹饪的时间。剁好，给它放入大碗中，再加1勺食盐。有条件的家人可以戴上手套，下手把鸡块搓洗2分钟，食盐可以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。用手反复的揉搓，能够很好的洗掉鸡身上的灰尘脏物。家禽类像鸡鸭鹅一般，本身的腥味呢就比较重，好多人买回来的鸡肉，大多数都是直接焯水来去腥。其实这样只是去除了鸡肉表面的腥味，所以并不彻底。炖出来的鸡汤腥味还是非常浓郁的，所以我们在烹饪之前，还需要往里边加入1勺白醋。倒入清水没过鸡肉，下手将白醋搅拌均匀。加入白醋的主要目的呢，是将鸡块的肉呢变得细嫩。另外，白醋还能将鸡骨头中的残血和杂质疏通，让血水自己跑出来，以达到更好的去腥去污的效果。这样既能去除鸡肉里面的血水，同时做出来的鸡汤呢没有任何的腥味。肉质还非常的鲜嫩，一举多得的是，大家不妨试试。然后把鸡肉浸泡10分钟，时间到，我们来看看鸡块，清水变得通红，而且鸡块骨头处呢也看不到血水了，效果很不错吧？现在我们将鸡块控水捞出来，放到流水下面，将鸡块呢用流动水冲洗干净，把血水冲洗干净。这样做出来的鸡肉才不会有腥味。洗干净后控水捞出，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来准备1块生姜，生姜不用去皮，姜皮有驱寒的作用。我们放入盆中，用流动水清洗，把表面的泥巴沙尘给洗干净。把它洗干净就可以了，控水捞出，放在案板上，把它切成片，再切成丝。切好后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一个漂亮的西红柿，把它切成小块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切好后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6个鸡蛋，鸡蛋多少可以根据家里的人口来定，先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加入少量食用油，在锅底撒上少许的食盐。放盐不仅能够给鸡蛋入底味，而且煎的时候就不会粘锅。油热后保持中火，把鸡蛋打入锅中，然后打入的鸡蛋先静置5秒钟，让鸡蛋定型，再晃动锅底，让其受热均匀。一面煎至大概30秒钟，然后翻面，再煎另一面。翻面后再继续保持中火，煎至3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，不用煎得太老。
像这样煎至两面稍微有点焦黄、胖乎乎的，盛出来放入盘中备用。把全部煎好后放盘里备用。在起锅，先不要加油，把锅加热，放入姜炒干水分。把水分炒干了之后，就来加入花生油，然后调小火把姜炒香。炒香了之后，先盛出来，放入盘中备用。不用洗锅，把鸡倒进来炒干水分。鸡肉完全炒干水分，表皮有点金黄了，就可以把姜倒进来，继续再翻炒一会。平时吃的话呢，就不需要炸的那么焦香。如果是坐月子的话呢，可以炒的再焦一点点。如果炒出来油比较多，太油腻了不好吃，可以盛出来一些放在碗里。拿来拌饭吃也是很好的。鸡肉炒好后，把鸡蛋也加进来，根据个人口感，加入适量的黄酒。我一般不加水，这样吃起来呢，酒味就会浓些。如果不喜欢酒浓的，可以加入适量开水，先调大火煮开，煮滚了之后呢，调中小火焖15分钟。如果喜欢口感绵烂一点呢，可以焖久一点。好了，时间到，哇，好香哦！在楼下都闻得到鸡酒的香味了，酒香四溢。煮好了之后呢，什么都不用放的了，味道刚刚好。把火关掉，一道客家传统名菜姜酒鸡就做好了。我们这道客家特色的炒鸡酒特别的滋补，基本上每家每户在冬天都会煮来吃，坐月子的人更是少不了它，吃足1个月，平时也可以吃，吃完了一整个冬天都不会手脚冰凉。冬天可以多炖煮一些这样的汤来保养身体，经常喝驱走严寒，暖身又暖胃。过年的时候，亲戚朋友来聚餐，也可以给他们炖上这样一锅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